派友们好，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老妹儿。你说我有理想吗？有啊。等有一天我的派值钱了，我就退休了。我要去享受人生，什么大老板、小老板、大官、小官什么的，我都没兴趣。所以啊，我每天唯一的兴趣就是泡在派的聊天室中不能自拔。要说为什么嘛，我听说这聊天室管理员可是这派官方的代表啊，他说的都是内部消息。你说尼古拉斯我们高攀不上，就去聊天室泡泡管理员还不行吗？我呀，刚刚从派聊天室出来，还别说，今天收获满满。这中文简体聊天室挺有意思的，那个叫37的管理员今天不停地爆料了很多很多。他的高论你品呐，你细品呐，真的有很多料啊。品料前，各位派友别忘了先伸出你的小手订阅一下派学院频道呀。还有啊，这个小铃铛你要打开咯，这样派学院视频更新时，你就会第一时间的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。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！ 一直叫你们拿住，我都不推荐你们去商场义务替镰刀说话了，怕是你连镰刀都分不清楚。国外的去标的价格叫你们投票吗？国内的都喊1000刀一个拍拉粉叫你们投票，然后现在骗到名字了，兑现你们1000刀承诺了，你们就白白被骗了票。你怎么不说国内的镰刀？国内的一直冷场没做声，你还要黑？国内商城自己上货，自己乱标价，自己拉人；国外商城有自己乱标价，买卖双方都是拍有商城不卖东西，国内拉人，国外商城都没做声，你还说国外的是镰刀？你不是诬陷是什么？派打造的是世界数字货币，完全去中心化，自己把握自己的财富，不被别人左右，点对点服务，省去了第三方很多服务费用。你存的钱会贬值，你的房产只有70年产权，但是派不会，派永远是你的个人资产。比特币、以太坊是炒起来的，派不用炒，派本身就是钱，它将来可以替代美元。派也是漂亮国政府允许的，如果不允许派，早就被美消灭了。派将来的前景是喷子无法理解的。流通只有义务，你有水平，你被商城洗脑了，以为只能义务。派不能做 DeFi、NFT、GameFi 这些不叫流通。所有的管理员都是知道价格的，他们不说也是有原因的。至于什么原因，大家也能猜得到。我们不知道价格，项目方也不会定价，只会用规则去影响让它稀缺，因为定价没用，很低级。商城只是引导作用，让派的价格不会低，至少在交易所里面交易的时候有个底线，加上派的流通渠道多的话，派币必然稀缺，自然价格就上来了，对吗？说要过肥年的，说一车一房的，我就笑了，你们只能是韭菜。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好了，这些出来的几十个商城勾心斗角有个屁用，根本都是非主流而已，我都不屑理他们，他们还要把我当假想敌。有了交易所，有了其他流通方式，你会一直在商场义务吗？那些商城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其实我就想知道未来变现会是个啥操作，是派自己平台兑换，还是自己交易中心，还是上别人的？那个时候要等多久才会到？预估记下。未来怎么知道？国外方法就多了，国内你说啥赌啥，最好就别讨论。仔细想，如果派除了能易货，以后中东地区可以用派支付石油，派已经升级到了 V18了，可以进入最火的元宇宙里做交易，
各个小国家用派做法币，你说派的价值会不会高？所以不要看别人说什么，跟住项目方，坚持闪电。这样一来，也就不会被商城的镰刀收割了，因为渠道多了，哪里价格高就去哪里流通，何必非得在一个地方吊死？七哥，喜欢你的性格，支持你，跟着项目方走没问题，一条路走到黑。我用我的一生来用户派币，派友们给俺点个赞吧，谢谢。2年没回家了，聊天室这里就是俺的家。元宇宙还早，先实现 Web3 领先。目前的元宇宙只有一个 NFT 可以有机会贯穿，我们说的就是概念，哪一个能贯穿过去呢？也许不是每一个。我一直叫你们远离说共识、说赋能的人，他们才是镰刀。共识和赋能这2个词已经变味了。用户才是根本，而不是价格。有了用户，未来会有价格；有了价格，未来不一定有那么多用户。价格是时间问题，为什么要先去交易所流失用户的风险？早期先锋用户要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里，未来的生存空间才大。因为对于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，一旦被聚集起来，就象征着游戏结束，生命周期就到头了。人性的贪婪会加速生命周期的终结，设计需要反人性。如果精神文明能够提升，去掉一些人性的贪婪，那么就能分配的更平均些，让派生命周期更长，打好这个基础。不过这个很难，如果能够做到派可以大成，用户更分散，生命周期更持久。关键是人性啊，人性是最难把控的，分散不容易，贪婪会让上家一开始就收割下家，有的人还没进入游戏就被别人收了子弹，要减少这种情况发生，才能有效延伸派的生命周期。义务早期阶段意思一下就得了，提升起来，价格不能太低，不让资本过度集中。以后发展随着时间进化吧。派的前身恒星币用于大型企业跨国支付多年了，有应用基础和用户基础的不是白手起家，第三方会想办法的，有的第三方是有跨国货轮的，这些不需要项目方考虑的。所以不用担心派未来很有潜力，我最担心的人性的贪婪过度收割集中，这个才是最大的难题，这样做不了王者，想要王者必须留存用户。未来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有拍币，另一种就是没有拍币的。能易货流通了，人口增长不是问题，何况现在才挖出300亿不到，才1/5左右的币量，资本家再怎么收割也收割不了多少，每个人的认知高度不同，追随者会一直追随，这就是人性考验。只要能认证过了，能易货了，其他都不是问题，至于割不割韭菜，不是你们考虑的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有好多韭菜看不清拍未来的价值，我隐约看到拍未来值千金，它是金融航母，加油挖吧，拿好你们的筹码，别被机构骗去了。3.0 的迭代的更新不会和你说再见，真的会刷到很多人，比如老人和认知差的、不爱学习的。这几天在紧锣密鼓的测试商城，会用钱包支付，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会，直到现在网上购物一样操作熟练。现在试错还可以改，密钥一定要保存好，不然开放式主网了，绝对有很多人忘记密钥而失去眼看到手的财富，就这样擦肩而过。到时间你叫谁帮忙都没有用了，真的没有人有时间来教自己，那时间大家都很忙的，个人观点仅供参考。总供应量1000亿，分配如下：项目方200亿，社区800亿，800亿分配如下：已挖出200亿，正式主网挖矿储备450亿，流动性储备50亿，基金会储备，例如举办各种社区活动100亿。这两年来，我还有一点担心，就是时间拖久了，美国政府会不会干预？尼古拉斯的派将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，不是现在这样随意印钱超发，割全世界羊毛。美国政府能允许一个这样的数字货币出现吗？之前的脸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，
所以我还是希望项目方加快进度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先煮网，有价格，然后在这么庞大的会员基数上搭建生态，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。